看市委书记还是政府大秘，狗咬狗，中共官员的背后谁不臭？舆论变成打压，排除一切毒计。这些新闻自由有他们的目的。济源市委书记大庭广众耍他的官威，大手一挥，红标的眼睛被打飞。别看以为是先头发，其实也是底层祸害。在党国高层眼里，他们也都是韭菜。我们生活在不可描述的时代，无数的官员努力地爬上，把钱装进口袋。我们生活在不可描述的时代，女孩们为了金钱解开了吊带。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语。都说社会主义铁拳它打在人民身上的时候它非常疼，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当社会主义的巴掌它抽在赵家人脸上的时候，它同样也非常疼啊。河南省济源市委书记被实名举报说，去年的11月11号，2名当事人在单位的食堂用餐的时候，这一个被举报的市委书记张占伟在食堂这样公开的场合，他给了市政府秘书长狄伟栋一个耳光。举报人正是这位被打的市政府秘书长的妻子。事情过去2个月以后，他才鼓起勇气把这个事情给抖出来，那就说明他也是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对于不太了解体制内，或者是对这些中国共产党官员制度本来就很讨厌的朋友，对于这2个当事人官职的差别可能还有一些不清楚。那三宇哥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的官员制度大概是分为10个等级，他们是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乡科级。在这5个级别里边，每一级又分正职和副职，所以加起来就是10个级。打人的张占伟他是市委书记，属于正厅局级。被打的狄伟栋他是市政府秘书长，属于正处级。关于事发的地点，被打的狄伟栋的妻子呢，他在举报信上没有直接说明，这究竟是市政府的大食堂，还是给这些市委领导开小灶的小食堂？如果是大食堂，那就是几百人可以上千人进去吃饭的那种地方，有一些呢还对外开放，比如说你去市政府办事情的老百姓，你只要花钱你也能进去吃，这个呢就是大食堂。如果是小食堂的话呢，那个就有严格的级别要求了。既然事件的冲突焦点是在于这一个市政府秘书长他有没有资格在这个食堂吃饭，那么就说明这个食堂是一个小食堂，是一个专门面向机关领导，而且是高层的领导专门开放的小食堂。去年的11月11号的早上，被打的狄伟栋和其他的市领导正在这个餐厅的角落吃饭，打人的市委书记张占伟是在后来才进来的。他在服务员的带领下走进餐厅，被打的狄伟栋呢就欠身向张某点头示意。这个所谓的欠身点头示意的意思啊，就是说人没有站起来，人呢是坐在座位上，用目光去接触，并且点头打招呼这样的动作。张占伟入座以后，突然用手指向狄某说：“你是谁？谁让你来这里吃饭的？”这个被打的狄伟栋一时大惊啊，立刻就毕恭毕敬地站起来解释道：“书记，您看大家都在这里吃饭，我也一直都是在这里吃饭的呀。”这个时候，这个市委书记就质问他：“你是副市长吗？你是不是把自己当成市领导了？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吃饭？”随后呢，张占伟一挥手对服务员说：“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服务员被吓到了，他待在那里没有敢上前。这时候呢，被打的狄伟栋诚惶诚恐，立刻放下手中没有吃完的饭，一溜小跑就来到了市委书记的旁边，准备再进行一些解释的时候，市委书记突然一个响亮的耳光甩在了他脸上。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很有意思了？平头老百姓、吃瓜群众看到这样的事情啊，大家心里边肯定是特别的高兴啊，因为赵家人他自己打起来了嘛，无论是哪一个受伤，无论是哪一个受了委屈、受了憋屈，对于老百姓来说，那都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因为一旦这样官和官斗起来的时候，必然有一个他会被拉下马，甚至是进监狱。老百姓可都知道，这些党官啊，你随便拉一个出来，他的屁股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如果这样的描述是一棍子打翻一群人的话，那么更精确一些的描述就是，这些厅局级以上的共产党的官员没有一个是干净的。至于在下边办事情这些的公务员朋友们，其实呢他也是劳苦大众，只不过呢他们是有一个铁饭碗，拿了一个固定的工资，名义上边呢是一个边缘的赵家人，但实际上呢还是要把他跟这些党官们给区分开来。因为不管怎么说呢，他们仍然属于是人民的一部分，就算是共产党倒台了以后呢，仍然需要这些技术性的官僚来维持整个政府的运作。事后呢，这个被打的市政府秘书长因为心脏病发作住院去了，并且呢，除了他的老婆，他并没有向任何人提起此事。据说当天呢，这个打人的市委书记自己就通知了公安部门，并且做出了相关的安排。当然，就这一句话的描述里边，我们没有办法得知这个市委书记是怎么通知公安部门的。他是要去自首吗？
自首呢是不存在的，他呢只不过是去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强调下级要对上级有服从的意识。他还说国民党还知道尊敬长官嘞，打牌还要知道有大小王，你这个人良心是大大的坏了，我要是有枪我当时就枪毙你。作为一个法学硕士出身的市委书记这些话从他的嘴里边说出来是不是特别的奇怪？所以我不得不对中国的这些官员们所持有的这些文凭，他们是怎么拿到手上的，我抱有很大的怀疑。狄伟栋现在呢是心脏病发作，对吧？但如果他去报案的话，如果他在医院检查出有耳聋的情况的话，如果是算轻微伤的话，这个法学硕士出身的市委书记是不是应该去5日以上10日以内的拘留？如果鉴定出来是轻伤的话，那么这个法学硕士出身的市委书记是不是应该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是的话，那么你们共产党好歹还有法律；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们那些狗屁的法律全部都是擦屁股的纸。再来说这个机关小食堂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些机关小食堂存在的目的一开始呢是因为这些高层的官员他们工作时间不固定，晚上一开会可能搞到个10点11点，你还得下去吃饭吃宵夜，对吧？如果是大食堂一直营业的话，那么多人那么大的规模，兴师动众的几十个人或者10几个人伺候你几个领导，他没有必要。从这个角度作为出发点的话呢，机关的小食堂还是有一定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中共的领导他把生活和工作混为一谈，混淆不分？该下班了你还要在这个单位去工作，那为什么你上班时间不把你的工作做好呢？是否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党官们，他们只要进入官场以后，他的这一辈子就已经没有自我了，对吧？全部都已经奉献出去，全部都是在工作。当他们会见一个自己的朋友的时候，当他们出去宴请宾客的时候，他们永远无法跳脱自己的那个人设，某某某领导那个 title。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做到廉洁不贪腐呢？因为在他朋友向他提出要求的时候，他所代表的不光是他自己那个人，而且他还代表着他身上的职位。因为他的工作就是生活，而他的生活呢也全部在工作，并且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样就是奉献了一切。想要做人事，首先呢，你必须活的就要像个人。当你把那个名头、你的那个官衔套在自己脑袋上边，并且不管白天黑夜，你永远走不出来的时候，那大家说他们是不是人性正在一步一步逐渐的丧失呢？当人性丧失以后，他们做出来的事情自然就越来越不像一个人嘛。因为我对共产党的党史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时代开始，永远都在插手和干预那些他们完全不理解的行业，不懂装懂的要去指导一些比他们厉害的专业人员，并且把这种行为称为指导工作。那大家想象一下，这么一群领导干部，他们手上拥有绝对的权力，并且在这样长时间的生活工作分不开的情况下，逐渐迷失了自己是一个人这样属性的过程当中，错误的运用自己手上的这些权力，任意的去插手那些他们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的领域，不就出现了管哪一行死哪一行，只要放手哪一行，哪一行就能蓬勃发展。所以说这就是共产党的原罪。他们用一些自我洗脑的方式，让自己忘却自己是人类这样普通生物的事实。是人类，那必然的就会犯错误，必然就有弱点。可是这些共产党的官员，他们想要晋升，他们就必须把这些弱点给藏起来，给收起来，不让人看到，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就是他们所谓的如履薄冰。等走到安全的位置以后呢，他们就会把人性当中那些本来很正常，谁都会有的那些恶，完完整整的释放出来，而且变本加厉。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永远无法斩断贪腐根源的最深层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呢，就是缺乏法治，对不对？缺乏人民的监督。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正因为有这些深层次的原因，才造就了这些官员本应该去自己推动的法治和舆论监督，反倒被这些人自己视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大家看，像这样市委书记打人的事件，一旦被媒体公开以后，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在亿万双眼睛的关注下，你敢贪腐吗？何必兴师动众劳烦这些什么纪委去查，还搞那么多中央巡视组，人民自己就给你查得干干净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市委书记打人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的时候，另一个实名举报又出现了。举报人是济源市人民检察院的干警，也就是一名检察官。在他经办的一个案件里边有明显的纰漏，当地一个镇的镇长动用200多人去搞一个强拆的活动的时候，逼死了一个房屋所有人，并且当事人的死因非常的蹊跷。表面上看他是服毒自杀，但其实上呢，身上有很多淤伤以及被踢打的脚印。
印，并且头部还有拇指大小的贯穿的伤口。然而在这么多疑点的情况下，公安局给出的鉴定报告是有机磷中毒，也就是说喝化肥毒死的。那家属当然不答应了，毒死的怎么会身上有那么多伤，而且衣服裤子上边满是脚印，那明显是被人踩踏殴打才会留下来的嘛。因为这个事情，死者的家属长时间的都在上访，都在寻求翻案的机会，并且这一名检察院的检察官在了解到这一系列事情的蹊跷之后，觉得非常的不妥。但是呢，这个打人的市委书记多次给济源市公安局下命令，想要找机会逮捕这个检察官，并且呢多次威胁这个检察官的家人，甚至包括了刑讯逼供。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直接领导200个人去打死人的镇长，非但没有被处理，反倒被这个市委书记一路提拔。所以呢，这个检察官一气之下也进行了实名的举报。这个充满争议的市委书记就在此时呢，他还在正常的工作，但是经过媒体公开了这些细节之后，已经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媒体审判之后，那大家可想而知这个市委书记是什么下场。再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全国上下大家媒体都公开，只要有丑事情就爆出来，别藏着掖着，把你们那些傻网信办的那些工人全部辞退了，还人民新闻自由，还人民言论自由，那这个国家里边的官员谁敢贪腐？那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愁创新吗？还愁人民要打倒你们共产党吗？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Peace。